9, 8, 7, 6, 5, 4, 3, 2, 1, 0。今天啊，咱们来唠唠印度的航天梦。说起印度啊，大家脑子里是不是立马就会蹦出来什么咖喱啦、宝莱坞啦这些词儿啊？哎呦，你可别小瞧人家啊！这个印度这些年啊，也是憋着劲儿啊，想在航天领域啊搞出点名堂来。这个最近印度啊又搞了个大新闻呀，发射火箭。结果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啊，稍后再说。不过啊，这个事可不简单啊，背后啊它牵扯到技术、国际关系，甚至还有点迷之自信的味道。咱们今天啊就来好好扒一扒。话说这个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啊，那可是印度的航天国家队啊，这成立了这么多年啊，也发射过不少火箭，号称成功率也是杠杠的。尤其是他们家的 PSLV 系列的火箭，那更是被吹成黄金火箭。意思就是说，这个火箭特别靠谱，能给全球啊34个国家送300多颗卫星上天呢。这不，前阵子啊，他们又安排了一次发射，5月18号准备了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上天。发射前那叫一个自信满满啊，又是全程直播，又是上传海外平台，这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要搞大事呢。那个发射现场那个气氛啊，一开始是相当热烈啊，工作人员也是表情严肃，眼神里充满了期待。火箭点火升空，大家伙的掌声啊，简直是要把房顶都给掀翻了呀！可谁知道啊，这个掌声还没落下呢，啪，打脸了。3, 2, 1, 0。Plus 5 seconds. Lift off normal. ऑटो ट्रैकिंग PT dragon tracking. PSLV 661 का सफलतापूर्ण उत्थापन प्रथम प्रमोचन मंच से अपने उद्दिष्ट कक्षा की ओर अपना सफर First जारी stage कर चुका है। performance normal. There's a magnificent liftoff. The morning sky made brighter by the PSLV. EOS-09 on its journey to Air orbit. strap-ons ignited. First stage performance is normal. प्रथम चरण का Plus 1 निष्पादन, minute. सभी तंत्र पूरी तरह सामान्य कार्य Shadow करते is a हुए minute. Shar ground station currently tracking the launch vehicle and will continue to track till PS4 ignition around 500. Ground lead strap-on separated. P2 change route SCBT2. ग्राउंड लेड स्ट्रैप ऑन को यान से पृथक कर दिया गया है। इस घटनाक्रम में अगला एयर लेड स्ट्रैप ऑन को पृथक किया जाना है। Quite normal. Third stage motor started perfectly, but dur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third stage, we are seeing a observation and the mission c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After analysis, we shall come back. Thank you. 火箭升空才6分钟就偏离了预定轨道，这个卫星信号也跟着中断了。大厅里瞬间安静了，刚才还在欢天喜地啊，现在是鸦雀无声，那场面啊，想想都尴尬。这黄金火箭咋会掉链子呢？官方后来发了个声明啊，说是火箭的第3级助推器出了问题，导致这个卫星啊没能成功部署。这也不是印度啊第一次在火箭末端出故障，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这个发动机啊不太靠谱，而且对这个外国技术依赖太重。你想啊，这个印度在深空探测方面那是搞出了一些名堂，但是运载火箭的核心技术啊还是得靠别人。比如这个俄罗斯提供的低温发动机，这自主创新能力不行，就成了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啊。这个火箭发射失败，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不好受。可是印度网友的反应啊，那叫一个精彩啊！这官方还没来得及分析原因呢，他们就先在网上展开追责行动了，各种阴谋论都出来了。有人说啊，这个 ISRO 内部啊肯定有间谍啊，必须严查。还有人说建议印度政府啊以后用 SpaceX 或者其他国际机构发射卫星，免得被中国破坏。更有人直接就开喷啊！我相信这次失败不是偶然，肯定是敌国攻击。他们敢动手，我们就应该反击。甚至还有人建议啊，必须调查其他国家是不是暗中使坏，尤其是中美。下次发射可以考虑和俄罗斯合作。这脑洞开的哦，比宝莱坞的电影还精彩啊！这甩锅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啊，让人哭笑不得。看完这些热闹的讨论，咱们得冷静下来想想，印度航天真有他们自己吹的那么神吗？说实话啊，在咱们这个印象里，这个印度好像总是跟那个什么脏乱差了啊，这个经济落后那些词儿啊联系在一起。但是人家在这个某些高科技领域啊，那确实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潜力，尤其是在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方面，这个印度啊，它确实是有2把刷子的，那算是世界前列。而且啊，在这个欧美国家的支持下，
他们这个航天能力啊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他们也是发射了月球探测器，还计划搞这个月船4号，要从这个月球上带回4到5千克的月壤样本。他们还频繁发射卫星，想构建自己的太空网络，甚至还有传言说他们正在推进空间站项目，这规模可能都超越咱们的天宫。但是咱们也得看到，印度航天事业的成功其实有很大程度依赖于外部援助。他们的火箭有些组件还得从国外进口，甚至包括中国制造的产品。如果只靠自己发展，他们的成就可能都没有现在这么高。而且他们在这个火星探测方面虽然2013年就率先将这个探测器送抵火星轨道，但之后就没啥动静了。咱们中国呢是通过天问1号和祝融号火星车后来居上，展现了更强的技术实力。所以说印度航天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你过度的依赖进口，缺乏关键技术的突破，这就成了他们难以真正跻身航天强国行列的绊脚石。说到印度人的迷之自信那可真的是不得不提事情是这么回事，咱们中国不是有个网红嘛做了个视频调侃这个印度买的法国阵风战斗机老是出事儿，不是坠毁就是迫降嘛，就唱着这个刚买的印度就被打了。你想这个阵风可是这个印度花了老鼻子钱买的，结果老是掉链子这不就戳到这个印度人的痛处了吗？就像你刚买了个手机结果第2天就摔稀碎，那搁谁不心疼结果呢，这印度网友一看这军事上说不过中国，就开始找茬了。他们说啥呢？说咱们中国人的睾酮素低，说咱们体毛少，说咱们连胡子都刮不了几次，还说因为这个，所以中国人在边境上不敢硬气。哎呦喂，这个逻辑简直是八竿子打不着这人家飞机好不好跟这个体毛有啥关系这就像说，你数学不好就是因为你头发太少，这能说得通吗？结果呢，这说法一出来就被啪啪啪的打脸了。为啥呀？因为科学数据摆在那儿首先这个体毛多少跟睾酮素水平没啥直接关系这玩意儿主要是看基因就是看你祖上是哪儿的人就像欧洲人他们这个体毛普遍就比亚洲人多嘛，这跟他们是不是更厉害没啥关系这更搞笑的是，有研究表明，中国男性平均睾酮水平是比印度男性还要高的，而且印度男性因为这个饮食不健康、缺乏运动得这个睾酮缺乏症的比例比中国男性高多了。这下可好这个印度人想用这个体毛来找优越感，结果把自己给坑了。其实这个事儿背后反映的就是印度社会的焦虑你想这个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航天了、高铁了、5G那啥都厉害这个印度呢，它基建还不行，而且这个种族制度还僵化，女性的地位还低，所以有些印度人就想找点啥来安慰自己，就想说，虽然我发展没你好，但是我生理上比你强。这不就像是说考试没考好就说我长得比你好看，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事一出全世界的网友都乐了这个美国脱口秀的演员说，如果体毛多就等于强大，那印度应该向大猩猩宣战了。日本网友更损做了个对比图，中国用火箭送卫星，印度就用猴毛测睾酮素。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国在搞高科技，印度还在搞这些没用的东西，就连印度自己的科学家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中国年轻人在研究芯片，而我们的年轻人在讨论体毛，这才是真正的生理缺陷所以说印度这出睾酮素闹剧就是一场现代版的夜郎自大。你自己不行，你不想着努力，就想着找点啥来安慰自己，结果呢，只能贻笑大方就像是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说的21世纪的大国竞争比的是高铁里程、5G 基站，不是谁的胡须更浓密这场闹剧的背后其实就是折射出印度社会的深层焦虑。总而言之，印度航天有进步但是问题也不少。咱们既要看到他们的潜力，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毕竟大国竞争比的是实打实的技术实力，而不是说谁的这个胡子更浓密咱们中国航天这些年发展迅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咱们也不能骄傲自大，还是得继续努力，不断突破，争取在这个航天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小懒，记得订阅、点赞、关注哦。